好，我们今天来久违的救一下上次存档锐评答应大伙要救的这个德国存档。这个存档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复杂的，在救存档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存档描述吧。首先，这是一个铁人存档，给其他国家都满加强了。然后39年火速消灭波兰，因为开的都是满加强，所以想先把苏联给他拿下。期间这个西边的国家都没管，只是造了宣称，想利用阵营杀。结果在宣战苏联的时候，比利时突然入了同盟，导致西线崩溃了。还好总参谋部及时补防，稳住了战线。但是因为提前造了美国的宣称，为了不吃 debuff 把美国宣了。这个操作是我觉得最抽象的，正当化不宣战的 debuff 也不是很严重啊，就这样把美国宣了，这不是纯搞自己吗？不过好像有反转，40年初德国居然靠着43年中坦一路杀到了巴黎，本以为胜券在握，结果加倍登了。然后因为把这个海防部队调去协防，导致自己法国境内的部队全部被围歼了，几十个主力师只撤出了14个。这个操作我是最不能理解的。你几十个主力师冲一个巴黎应该不难吧？冲下来法国就投了，这不是随便打了吗？这能让他全部围歼的，我是没想到啊。总的来说，经过了一堆脑溢血操作之后，总算是打成了现在这种情况啊。又要我来救了。我看了一下他现在这个部队情况非常的差，我都不一定能救得下来啊，我勉强救一下看看。锐评他存档前，我得先检查一下这个全球紧张度历史记录啊，我得看一下他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看了一下，感觉应该是故意不小心的。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宣战完苏联之后立刻就要宣战美国，你说不想吃 debuff 我是不信的。在进这个存档前，我就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劲了，因为他给这个英法美都满加强了，但他又说自己想要一波流阵营杀。阵营杀的前提就是最快速度消灭掉英国和法国，然后全吃同盟。但是他又提前宣战了美国，那阵营杀是绝对不可能了。更可疑的是下面这一句，日本不久后也宣战了，也就是代表着这个美国是必然会进同盟的。然而并没有啊，日本根本就没有宣战，只是给他派了2个师的志愿军，因为他给中国满加强，导致日本提前和平了。总的来说，想在40年的6月份就打成这种局面，不知道要犯多少逆天的错误才能成功啊！光看描述就已经一堆问题了，进了存档，问题只可能会变得更多。首先我能注意到的一些奇怪的地方，就是它这个科技为什么是5000倍的完成啊？下面这几个也是这样的，难道是因为我退版本玩它这个存档的原因吗？然后就是它这个黑豹 A 型坦克了，它居然是38年8月30号设计出来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43年中坦科技居然在38年就已经研究好了。根据他的描述，他只是开了一个很普通的铁人存档，难道他铁人存档下面还用了修改器吗？这个我没用过，我也不太清楚啊。然后就更别说他这个陆军学说了，他现在有300多的陆军经验，也就是说他能在40年之前就把自己的这个学说给刷满啊。我是没这个能力的，我就算这个在这个什么西班牙给他刷死了，我也刷不到这么多啊。也可能是因为我太菜了，平时不怎么刷陆军经验啊。如果从开局就刷的话，一天刷1点多的陆军经验，刷这么久，到现在应该也能凑够1000多点的经验值啊，把这些全点完还是很勉强的。之前读存档描述的时候有说他的主力师在法国境内被全歼了，但是我查了一下近6个月的战报他主力师怎么都是在苏联境内被全歼的呀？这个就和他的这个存档描述说的有一些不符啊。不过看这个人力损失的时候，确实也被法国消灭了一部分，看来这个满加强的法国还是有一点实力的。看了一下他这个存档的装备损失，
其实也还好，虽然它科技比较奇怪，但是 AI 并没有太多超时间点的武器啊。我最怕的就是它乱改科技，结果把这个 AI 的科技给它弄起飞了。目前来看应该问题不大，只是我们损失的黑豹比较多而已。不管怎么说，40年就能拥有几千辆豹豹还是挺吓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豹是怎么设计的。它还有2种型号，好像我刚刚看漏了，原来它1936年就已经设计过黑豹了呀。而且它第一次设计黑豹的时候就已经有改进型中型榴弹炮了，看样子这个德国人的科技还是有一点吓人啊。可惜的是，钢4的坦克设计讲究的就是一个越先进越落后，它这个相当于是掌握了相当先进的科技情况下，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极度落后的坦克。目前来看，我们坦克的唯一优势就是装甲比较厚了，不过这个性价比实在低的离谱，我还是要给它切换一下的。即使它生产效率是满的，我们也得换啊。视频到这，想必大家已经看得很累了，我们简短休息一下，是时候放松肩颈了。6届肩颈按摩仪那是相当有实力，8D 按摩头个个都很强，不仅长得跟人手一样，按起来跟专业按摩师比也不落下风。一边加柔僵住的脖梗，另一边推按硬实的斜方肌、肩胛骨，对准穴位进攻，和热敷动力加持，直击肌肉酸痛处，效果非常不错。按上一段时间，整个人都轻松了，往肩上一卡，往背后一扣，按摩也不耽误工作，力度可大可小，腰腿也都能按，可给我省了一大笔钱。平时就做玩手机打游戏，肩颈酸痛逃不掉，发展成颈椎病真难熬，还好有吊戒来帮忙，肩颈保护好了，游戏也能打得好。咱高配妙戒比那些普通的按摩仪就是强一点，在我评论区引券下单，价格还只要同类按摩仪的一半，保价大促，送运费险，可享2年质保，1年有问题免费换新，大家可不要错过了。设计坦克前先给它把这个偷工减料点一下吧，这边找一下基础底盘，然后给它点上，大概就这么设计吧。除了装甲之外，属性几乎和我们这个黑豹没差别啊。我们现在主要是需要大量的中坦，所以也不用在乎其他的性能了，直接保存一下。然后就是赶紧把生产线换成我们新设计的坦克，产量并没有下降，应该很快就能往上涨了。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部队情况，一共143个师，其中有97个16步，29个12步5炮，以及12个装甲师。这些装甲师都是由这个古德里安指挥的，不过他们的黄条都不满啊。看一下每个装甲师差多少中坦，还行，每个装甲师差200辆，也不是特别缺。看了一下中坦的缺额总共是2700辆，如果每个师减少200辆的话，也就是少4个中坦营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拿这个轻坦营先来垫一下啊。目前缺的最多的主要还是其他这类装备啊，不过我们有大量的田线师浪费了这些装备，所以我们只要删掉一些前线啊这些退不出来的部队就可以回上来了。总的来说情况还不是特别糟糕，只要我们多计算一下，局势还是能扳回来一点。这边先给它装甲师改个编制吧，把我们的轻坦先给它用上啊，去掉2个中坦营，然后再换上2个轻坦营。然后给它凑一个35宽吧，因为我们待会儿要去左边把我们丢的地给打回来，不打回来的话我们就要投降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必须最后再组织一波装甲冲锋啊，但是装甲师不够顶的话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这边想办法多给他塞点步兵吧。这边先简单凑一个35宽部队啊，火炮我们肯定是用不上了，这边给它改成防空炮，正好把我们对空也给拉上来了。这么简单一改，我们的装甲师又有很强的作战能力了。然后就是我们的16步，16步的话容易卡宽度，我们先减掉一个步兵师啊，然后再把它里面的这个野战院给它去掉，帮我们节省一点支援装备。其实后勤连也可以去啊，因为这个步兵本来就不吃什么补给，给它装后勤连有点多余了。这2个都去掉的话应该会好很多啊，我感觉游骑兵也是可以去的。占领地区的法案也给它先改一下，改成这个镇压啊，他明明做了镇压编制，但是他没用，这个也是没搞懂的。
这样的话也能节省一点装备。然后我们先宣战一下这个丹麦，因为宣战了之后丹麦是必然投降的，这样又多一个傀儡国。让时间走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装备变化，我们再考虑删不删部队啊。前线这些部队的经验值都比较高，我觉得删了有一点可惜了，还是尽量能撤就撤一点出来吧。先让时间走那么一小下啊，我们给田线师减负之后，明显多出来很多装备啊。但还是很缺枪，看来前线还是需要删一些部队的，撤不出来的就直接删了吧。然后就是目前的炮缺的有点多了，缺了4000门，几乎是我们步炮师里面的炮全打完了啊，这个都是空炮的步炮师。既然这样的话，先把步炮师的炮给它匀一下吧，我们也给它改成30宽好了。比较奇怪的是，反而特别需要游骑兵的步炮师没有换游骑兵啊。差不多这样的话，我们又能省一大波装备了。这边这6个师应该走不掉了，我们先删掉其中5个，一个是用来殿后，然后我们再走一下时间，看看还差多少装备补齐啊。这边丹麦直接就投降了，直接收他为傀儡国。收成傀儡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丹麦的部队要过来防守了。他目前是进不了战争的，我们可以直接要求指挥他的军队。装备缺的还是有点多，我们再删掉5个师啊，不能一下子全删了，必须得留一些部队殿后，不然的话土地丢得太快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拖时间啊。丹麦一共给我们提供了11个师，太远的部队我们就先不要了，先拿这8个师来用吧，其余的退给他，他待会儿应该会自己运回家。这8个师先来帮我们守一下吕贝克这边，基尔这个位置就先放了，等这个法军过去我们再给他吃回来。除了装备短缺，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就是没有燃油，这个得赶紧买一下，先把我们之前多买的资源给它退掉，然后找这些能买到的国家赶紧买吧。不过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和这些国家只连着一个口，这个口丢了也买不到了。舰队什么的全部取消任务，然后飞机还是集中炸一下柏林这一块。不过一些没有作用的就先别炸了，别浪费燃油了。所有部队取消命令，让他们原地先不要动，别把这个堑壕值给它跑掉了。观察了一下目前的局势，捷克这个方向完全没有必要守，因为它不是我们的核心，在这边分配太多部队有点浪费了。不过正好在这个位置盟军没有补给站啊，所以他们卡在这边也没有什么战斗力，那我们在这边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待会儿顶不住了我们就退守这个苏台德。这些部队站在碉堡上能多拖一会儿也是好事啊。那我们主力师还是得赶紧往左边集中，把这些丢下来的地全部打回来，毕竟才40年，法国部队也强不到哪儿去。东线虽然有很多苏军，但是苏联前期的部队啊 debuff 都挺多的，我们也是能硬顶住的，而且还有一个白色死神之拥能帮我们拖到41年啊。那我们先把部队集中到这边啊，先把这个斯德丁打回来，然后再沿着奥德河防守吧。我们现在可以先在右边修一些要塞啊，帮助我们沿河防守的部队。先这么简单修一下吧，然后接下来再开始造军工，准备反扑。只要能把苏军顶在河对岸，我们右线都是不用担心的。这样的话就能集中兵力到左线去解围了。左边这些地肯定是要赶紧拿回来的，不然的话马上投降就不好办了。看了一下这个 AI 法国的作战计划加成叠的还是非常高的，就连最垃圾的部队都已经有50的计划了。可惜的是我们这个间谍还在监狱里面啊，等他放出来还不知道有多久呢。好在法国现在还没有消掉混乱的政府，那我们一波冲过去把法国打投降也是有可能的，就是看我们能不能集结到相当多的兵力了。这边再顺便给他把其他科技改一下吧，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科技赶紧给他直接点掉，能白点为什么不点了呢？不过好像也不给我们加经费啊。这个存档调整了半天，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困难，不过别急啊，等我逆转给你看啊。南线饺子里的部队先赶紧撤出来，这边没什么用的部队就直接先删了吧。
东线能动的装甲师赶紧去斯德丁，把这块地拿下来，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西线了。捷克这边的防线虽然有这个7级碉堡，但还是比较薄弱的，而且这一块被突破了，得多放点部队过来协防啊。国策我们目前没什么好点的，那就不点了，赶紧存政治点，我们待会儿把法案改低一点，我们要这么多人力没有用。光速拿下斯德丁之后，我们这10个装甲师就可以解放出来了。去西线看看能不能把汉堡这边的盟军给他包一下。这个罗马尼亚我们突然可以拉进阵营了，赶紧拉进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多一个盟友来帮我们骚扰苏联了，应该能牵制到不少部队。好，到这边我们算是成功打赢了基尔反击战啊，一下子包掉了很多同盟国的精锐部队。到此为止，我们的防线基本上也稳固了，可能西南方向压力还有一点大，不过只要等我们装甲师调过来的话，想守住这边也没什么问题。东部战线的话，苏军的攻势不是很猛烈，可能是因为他的debuff太严重了。然后罗马尼亚这边也牵制到了相当多的苏军，保加利亚送了我8个师，我目前的想法就是帮罗马尼亚多挡一会儿。可惜的是这个匈牙利的支持率不够高，不然我直接把匈牙利拉过来垫背了。
接下来我们就有2种作战计划可以实施了，一个是较为简单的利用基尔这个口袋频繁的吃这个同盟国的部队，另一个就是利用我们的装甲优势强行平推回去。以我们现在的后勤状况，强行平推回去的话损耗过大，可能不能长久作战，一波打不下我们反而有崩盘的可能，所以最好还是做一些风险比较小的，毕竟我们只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盘，把我们的装备攒起来就可以等待翻盘了。虽然这局在这边啰嗦了半天，我们也只操作了20天，不过这20天下去，我们胜利的天平也慢慢倾斜回来了。只要我们的装甲师发动进攻，一切都会好起来。目前这些装甲师的黄条在我调整之后，渐渐也要接近满状态了。只要一直能保证满状态的话，我们翻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做视频也没什么激励了，我就先录这么多了。如果大家特别想看下一集反推的话，那就先投5000个硬币吧。